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这期视频保证刷新你们的三观。如果你自认为很聪明，机关算尽，算无一策，却发现自己在股市中没赚到钱，常常聪明反被聪明误，那你一定是忽略了某些细节。这期视频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股市中很难赚到钱，我会告诉你聪明人的投资盲点。金融业的主流就是要举出各种数据支持自己的论点。去年底看到很多人在讨论2008、1973年代的股市走势，把当时的大盘用来比对2022年底的大盘走势，发现现形雷同，就做出2023股市即将崩溃的预言，或者收集以前的通膨失业率数据和现在的数据做比对，就做出未来的股市即将崩盘的结论。这种看数据说话的统计学思维完全是错误的。今天我会从头开始聊聊统计学迷思。统计学的迷思是从我们的教育体制而来。一开始统计学被用来证明两件事有相关性，这个是有趣的方法，结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，但无法证明两件事的因果关系。后来学校变成论文制造机的体制，每年都要不停浪费大量科研资源，盲目没有目的做毫无意义的科学实验，应对必须持续产生的论文要求。学生和教授就发现统计学真是太好用了，可以用来省略逻辑思考，轻松输出论文，然后学生可以顺利拿学位，教授可以快速升等。于是统计学就变成用来锁定因果关系的工具。当学术界开始滥用统计学这项工具后，历经高等教育洗脑的学生也深信统计学发现的道理就是真理。95%的信赖区间推论是非常可靠的结论。随着整个社会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，这些被洗脑后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。此时整个社会风气就变得讲究统计学，所以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都变成只会背数据的傻瓜。金融业尤其严重，名嘴都只会背数字，例如背通膨数字、大盘变化、失业率，背了数据就自以为能看透一切，就以为自己能预知未来。事实上，这些专家们根本没有关注数字背后的时空背景，也没有思考数据背后的逻辑关系，只单纯看数字就做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分析，用历史资料自以为证明两个数据有高度关联性，甚至能预测未来股市变化。然而这些傲慢的傻瓜都忽略一个事实，他们以为的数据间具有关联性，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为前提。过去以为的真理，在现在未必如此，未来也未必如此。所以单纯的用统计学分析股市变化是没有意义的，要用逻辑将现象做串联，才能做出合理可靠的推测。然而逻辑从来不是人类的强项。讲完我的理论，相信到这里大家一定一头雾水，我就举个实际的例子说明我的观点。现在学校里的科学研究大部分会用95%的信赖区间，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可靠的。95%听上去可信度很高，但其实这意味着5%的结论是统计学偏差下诞生的结论。也就是说，20篇靠统计学产出的论文，就会有1篇是错的。试想一下，我们学术界每年有多少论文，而论文还会建立在其他论文的结论之上，继续往上堆叠，经过几代的错误积累，早就离真理越来越远，想想就觉得可笑。就算没有抄袭或是研究造假，整个学术界从一开始就注定走向废纸制造机的体制。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，用电脑可以创造出数万条交易策略，再用统计学回测分析，就可以轻松找出数百条优秀的交易策略。然后专家就会告诉你，这个策略经过20年的数据回测，有70%的胜率，并且有99%的信赖区间，是非常可靠的交易策略。其实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。现在很多自称专业的投资团队，或是基金经理人，或是在市场上贩卖的交易策略，都是来自于这种方法生产。所以我才觉得现代金融理论是矛盾的集合体。任何的交易操略、专业团队都是骗子罢了。在跟朋友人聊天中，一位朋友提出可以用国际油价
和台塑化股价的相关性分析，讨论油价变化对石化产业的影响。我当时震惊了一下，为何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会这样思考？这种说法既没有任何道理，又完全不可取。后来仔细琢磨，我才想通，迷信统计学是整个社会的通病，是教育体制的恶劣影响。越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，越容易陷入统计学的迷思。毕竟他们觉得利用相关性分析，不依赖逻辑，是最直接、最简单得到答案的方法。所以习惯用数据说话，用知识取代逻辑，用归纳法取代演绎法。我并不是要否定统计学，但是我必须强调，统计学的结论只能用来当做参考，现实的情况有太多偏差。学过正规统计学教育的同学一定清楚，校正回归是非常困难的一门学问，尤其在投资上，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时空背景，根本难以做校正回归。把现在和1980或是2008做对比，用几个简单的宏观数据观察世界，就自以为能见往之来，这真是井底之蛙的想法。如果只有毁灭没有建设，就是失败的言论。下期视频会更精彩，我会告诉你除了统计学之外的世界，我会告诉你要怎么在投资上战胜自己。如果你觉得这一期视频足够精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高学历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